有何贵干？请你远离我们的生活。你大半夜的跑来我家，就为了说这事儿啊？你真的信任你的丈夫吗？你有什么企图啊？婚姻这场博弈是你和蒋风言的，我又不是你的对手。你不要用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对我说教，你不过也是婚姻中的失败者。婚纱和照片为什么一模一样？洗漱用品摆放的也一模一样。向萌，你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好像是蒋风言从以前的生活复制粘贴过去的？其实蒋风言的温柔体贴，几乎是所有女人对婚姻的幻想。但其实他只是想把他自己包裹在舒适圈里，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要做出改变。喂，是我。那个，这么晚打电话，没有打扰到你吧？昨天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了，说有几个保单要续费了。他们也联系我了，我和客服讲了，我们已经离婚了。他说会帮我们处理好的。我这2天总是接连接到这种电话，有医院打来的，银行打来的，还有保险公司的。好啦，我都会处理好的，请你不要再以这样的理由打电话来骚扰我了。小萌，其实我不恨你。当婚姻的寒冬袭来，不是你也会是别人。但是原谅一个人太难，我希望你和蒋风言永远活在悔恨中。
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有人买断了向猛手中的股份；在我需要重新给公司洗牌的时候，瑞德及时出现，给予帮助。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你开始找人做空项时。你和他还真是不同啊，你更加机敏、果断。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不是他。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无论你怎么伪装成现在的他，都掩盖不住你眼神中的锐气。岁月可以打磨一个人，但当一个人的心中有所羁绊，就会有所顾虑。这一切，在你重掌凌睿大局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直到上一次打高尔夫球，你思维中本能的偏差，让我确定你不是他。你们楚家的人还真是特别，会去相信一些非正常的事情。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也是受人所托，既然承诺了，就要兑现。那你为什么又在中途反悔了呢？我是个商人，永远做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后羿弃兵，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人生就是修道场。现在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那我要是执意要搅局呢？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每多浪费一颗棋子，就是在给自己挖一个陷阱。这样的挣扎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不搏一搏怎么知道？年轻就是好啊，永远有意气风发的冲动。有时间多打打球吧。高尔夫这项运动最大的挑战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的球技将会被你突然蹿升的傲气所折磨，而你却渴望在击球的过程中得到救赎。还有心思练球啊？这是我对手给我的建议啊，我不得悟一悟吗？知己知彼。确实差点火候。楚太太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以我现在的资格，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成长了，5厘米的推杆失误，要比200码的打球打偏惨重得多。凡事经过，必有痕迹。不过你说，为什么同一个人打球的天分差别这么大呢？算了，我不练了。你来找我干什么呀？哦，我们家阿姨做的，让我给你带过来。可以呀，良心发现。你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公司？我去公司干嘛呀？受制于人的。你们家楚太太现在正端着一把狙击枪，就等着我冒头把我一枪毙命呢。别丧气嘛，是人都有弱点，只要你仔细看，总会发现。小薇，向薇，是你吗？向薇，向薇，已经要。
多久了？1天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多久了？我们从公园回来以后，就越来越频繁了。这次的时间最长。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好像和这个世界的连接越来越弱了，记忆也模糊了。你威胁我离开项目和孩子。你威胁我离开项目和孩子。不可能。你以为跟向萌没谈妥，就想拿这个来要挟我？那你就等着你的秘密明天登上明日头条吧。若经子证，你这个前林瑞集团的 CEO 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城市混？你不敢，到时候外人怎么看向萌跟孩子，你心里最清楚。你知道孩子是我的，小萌跟你说的？感到不可思议啊！我告诉你，以我这个身份跟地位，虽然会有一些小失误，但是不至于毫不知情。你指望我知道真相以后怎么样？大发雷霆，抛妻弃子吗？不可能的，需要一个孩子，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相算个屁！真相不重要，只不过是用来权衡利弊。你根本就给不了他们应得的爱。我告诉你，我爱他们已经超越了我自己。那又怎么？他还是选择了自认为最适合婚姻的生活。别争这没有意义。我不会放弃他，毕竟他们是我的妻子和孩子。所以你要等多久？10年、20年，还是50年？你不是放不下他，你是放不下这段感情中的自己。其实你心里知道，如果你们俩真的合适的话，就不会3番5次分开。蒋凤言，我告诉你，就算我得不到项目和孩子，你觉得你可以如愿以偿吗？你说的是楚泰，你跟他的合作不也是为了钱吗？你现在违背了他的意，你还能拿到钱？离开这个城市，我会给你一笔钱，一笔足够你重启自己事业的本钱，但是永远不要出现在向萌跟孩子的面前。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时间不多了。Hello， 楚雨墨，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喜欢的人呢，他马上就要回来了。其实我都知道了，你为了帮我重回凌睿，跟楚太太做交易，我找人调查蒋凤言和许庆的那些资料，其实都是你帮忙查到的。原来向威生命中的黑骑士，一直都是你。我在向威的记忆中读到，5年前你们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你在对面公司任职。
我加了3天3夜的班都没有回家，不知不觉就在公司里睡着了。下次平安记得您好，这样很危险。谢谢你。那个，我马上收拾干净。我是隔壁公司的，刚好路过而已。你喜欢喝苏打水？气泡升腾的声音特别的治愈。结果那天早上一起来，就看到一个阳光俊朗的大男孩出现在我眼前。要不是因为你啊，那个苏打水就洒在插线板上了。我得抓紧时间，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第2次遇见呢，又让你看到他狼狈的一面。薇薇，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我跟他是在投资人的饭局上认识的，他当时喝多了，认错人了。他就是说你明知道他喝多了，还跟他去酒店。这就是一个小误会，至于吗？别纠结了。那公平起见，我是不是也可以让你误会一次？你什么意思？哎，你可以跟我约会吗？跟我走。虽然那时候你我都还是陌生人，但是你的温暖让我感觉到踏实。当你带走我的那一刻，你就成了我的全世界。在心里你的位置不会变化。可惜最后，因为我的懦弱和安于现状，让我再一次错过了。本能幸福相爱的人却错过，同床的人不共枕，而可以共枕的人却无法同床。也不知道时间的岔路口是在哪里搭错了线。你们一错过就是5年。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跟女孩子表白的，所以我就帮你准备了一些东西。我准备的花全都是向薇薇最喜欢的花，音乐也都是她最爱听的，所以你可以先去准备一下。哦对，还有花里字条，这上面可是我想了1个晚上的台词，你就照着说，肯定没有错的。就算被惩罚，我不怕惩罚，一起来吧，不怕。
时间也许会停泊，撕碎灵魂的苦涩，再也难以挣脱，一身枷锁。轮回里我被淹没，多少次感受掠夺，你碰下的冷漠是谁对谁错？我一次次吞咽着苦涩，眼里藏着谁的？我像羽毛一样漂浮着，在落地时刻。向总昨天发邮件召集大家开会，是连自己迟到了。蒋风言怎么来了？向总最近确实有点反常啊。不知道啊，要不我问一下？哎，你知道向总怎么了吗？不知道啊。很奇怪。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好的。诸位，我今天来是转达公司董事会对新一季度的人事调整决定。公司的财务危机目前已经顺利度过，上市风险。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昨天，向氏已经把你恶意操控金融市场的证据递交给了法院。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没错。但是你错就错在太低估他了。他虽然没有实力与你抗衡，但是他会制衡。我很好奇他是怎么说服蒋凤言的。当你设身处地的了解蒋凤言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最在意的并不是当下的安危，而是与他同行的人是否步调一致。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比向威和他更希望林睿能好的了。看来我要认真起来了。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你成为对手。商场上的事儿，谁又说得准呢？就像蒋风言和你在林睿也不会一直相安无事下去一样的。你针对向氏和我，不也是怕有一天我会涉足楚家吗？您的丈夫楚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是楚太太，人和世事大抵如此，离太近都不会壮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上半场的手下留情。其实你应该谢的是楚雨墨。起风了。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这样看过日落了？5年，还是7年？记不清了。你最近变了很多，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当生活的遮羞布一层又一层的揭掉，在经历了无数的意难平以后，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无力反抗了。直到他的出现，他的勇敢、善良、聪慧和鲁莽，让我重拾了我自己。薇薇，
微微，从结婚到恋爱，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的。不过我犯了很多的错，把自卑当做了是你的过错。是我毁掉了我们的婚姻，毁掉了你的青春。没有人能够摧毁香薇的。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蒋风言，我不恨你，但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的。对不起，我知道这3个字可能来得晚了点。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了吧。走了，保重。我帮你拿到蒋风言手中的股份，作为回报，你让向氏放弃对我的民事诉讼。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因为你背叛我的老公啊？那如果让所有人都知道孩子不是蒋风言的呢？你的丈夫不值得你去拯救，这样的男人难道不应该接受惩罚吗？你真的幸福吗？他可以为了你背叛向薇，迟早也会为了别的女人背叛你。你曾为了蒋风言失去一切，而我可以助你将他净身出户，就当是为了孩子，把你的生活要回来。小心点。谢谢你，这是送给你的。你认识我？算是吧。有一天清晨，我在你的眼里看到了彩虹，这个彩虹我储存在记忆里了，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叫向薇。你好，楚雨墨。厉害吧？不过你怎么在这儿？听 CC 说你在这里练球，出于友好，过来探望一下。探望？你到底是过来探望我呢，还是过来嘲笑我的？去喝2杯吧。不去，你影响我练习，负得了责任吗？我负责。身为投资人，有义务对创始人的生命安全负责。生命安全？哎，楚雨墨，你是说我球技已经差到自残的这种程度了吗？你还真是刻苦啊！这么大的 bug， 难道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是原来的向薇吗？我弄砸了我的人生，还要跑到他的世界里面，搞砸他的人生。小朋友，可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穿越的。你叫谁小朋友啊？我现在比你大，你应该叫我一声姐姐。吃点东西吧。你就吃这些啊？我现在的人生轨迹呢，还没有进化到学会做饭这项技能。那上次家宴怎么回事？我点的外卖啊，然后把它装到我们家的盘子里面去。还真有你的。我可以教你打高尔夫，前提是你得叫我一声师傅。那我为什么不干脆去请一个教练呢？哎，教练可不一定有我打得好。你是不是喜欢我？哦不，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世界的向薇？看不出来呀，小楚总，你喜欢姐弟恋，表面狼系，内心忠犬。以我的性格，我现在就把你和林睿从我的合作伙伴名单里划掉。哎呀，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的。至少我现在每天的秘密还有一个人可以倾诉，要不然每天戴着一副面具生活，去扮演另外一个自己，颤颤巍巍的过每一天，很辛苦的。你知道为什么高尔夫球要打18个洞的原因吗？为什么？苏格兰的冬季寒冷潮湿，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总会带上一瓶烈酒，以此驱寒取暖。牧羊人每用一颗石子打入兔子洞的时候，就会喝一瓶盖子酒，接着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当打完18个兔子洞，正好一壶18盎司的酒就喝完了。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为了高尔夫球打18个洞的原因。向薇，我期待你打完你的全程。
喂，谢谢。喂，薇姐，不好了，有人开始做空向市，老向总一着急犯了心脏病，但是你继母许清仍然坚持在家，让家庭医生治疗。你现在马上派一辆私立医院的救护车过去，我马上到。许晴，你让我进去，我们应该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诊治，人命关天呐！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把他送到医院治好了，那我们呢？你想要我在向家忍气吞声一辈子是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次机会。从现在开始，向家的一切我都不在乎，但是属于我女儿的东西，我必须掌控在我手中才行。其余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你明白吗？简直是疯了，简直不可理喻！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必须把向先生送到医院去。不需要了，延误患者抢救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以后。合理的理由。5年内我不会回楚家。瑞德的董事会长还是你。5年的时间，够你给你儿子在楚家立足了吧？不后悔？不后悔。你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你连命都没了。薇薇，早年我为了钱和资源入赘向家改形象，事业有成后，我的自卑感作祟。而你妈妈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小姐脾气，我们彼此相爱，却在相处的过程中说了很多伤害对方的话。爸爸知道你恨我，这都是爸爸的错。人常说，时间会解决一切，但是时间会留下痛苦。爸爸是块如土的人，不像我们父女延续这样的伤害。这么多年，您尽到过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吗？原谅你，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不要让未来的我自己在某一天后悔。许清和他的情妇，所有事情的证据都给你放在档案袋里了，后面怎么处理，您自己决定。还有，我要我妈在向氏所有的股份，您的我不要。到底是谁在做空向氏？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好，我答应你，你要什么都可以。看您身体也缓和过来了，我就先走了。怎么，心情不好？向天强跟我说了一些我一时难以接受的话，我放不下对他的恨，放不下他对我母亲的伤害。但是医生说，他的心脏可能不到1年了，我无法置身事外。我的人生不仅仅只是我的人生，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你说，如果是你认识的那个向伟，他会怎么做？我认识的向威不就是你吗？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是不会害怕自己心软的，也不需要我的答案，因为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这么别扭啊？7分安慰，3分讥讽。吹吹风吧，把你脑子吹清醒一点。其实我的家里也挺复杂的，像网上写的那样。我的童年跟你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楚雨墨，你可以啊，揭自己的伤疤用来安慰我，你这人够仗义。我真希望小的时候能够认识你，这样在你难过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陪着你安慰你了。不会啊，等我们到100岁的时候，现在就是小时候。醒了。刚才给你买的牛奶。楚雨墨。没事儿。走吧，送你回家。
心给公司洗牌的时候，瑞德及时出现，给予帮助。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直到你开始找人做空项时，你和他还真是不同啊！你更加机敏、果断。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不是他。人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无论你怎么伪装成现在的他，都掩盖不住你眼神中的锐气。岁月可以打磨一个人，但当一个人的心中有所羁绊，就会有所顾虑。这一切，在你重掌林睿大局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直到上一次打高尔夫球，你思维中本能的偏差，让我确定你不是他。你们楚家的人还真是特别，会去相信一些非正常的事情。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也是受人所托，既然承诺了，就要兑现。那你为什么又在中途反悔了呢？我是个商人，永远做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后羿弃兵，这场棋局才刚刚开始。人生就是修道场，现在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那我要是执意要搅局呢？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每多浪费一颗棋子，就是在给自己挖一个陷阱。这样的挣扎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不搏一搏怎么知道？年轻就是好啊，永远有意气风发的冲动。有时间多打打球吧。高尔夫这项运动最大的挑战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的球技将会被你突然蹿升的傲气所折磨，而你却渴望在击球的过程中得到救赎。还有心思练球啊？这是我对手给我的建议啊，我不得悟一悟吗？知己知彼。确实差点火候。楚太太说的对，是我太心急了。以我现在的资格，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成长了，5厘米的推杆失误，要比200码的打球打偏惨重得多。凡事经过，必有痕迹。不过你说，为什么同一个人，打球的天分差别这么大呢？算了，我不练了。你来找我干什么呀？哦，我们家阿姨做的，让我给你带过来。可以呀，良心发现。你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公司？我去公司干嘛呀？受制于人的。你们家楚太太现在正端着一把狙击枪，就等着我冒头把我一枪毙命呢。别丧气嘛，是人都有弱点，只要你仔细看，总会发现。小薇。向薇，是你吗？向薇，向薇，已经要结束了。
睡了多久了？1天了。这样的状况持续多久了？我们从公园回来以后，就越来越频繁了。这次的时间最长。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好像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你威胁我？离开项目和孩子。